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同样饰演犯人，把赵丽颖跟张颂文放一起，差别出来了。写出一个人人爱的正派很容易，只要把各种讨喜的天赋加在他身上就可以了。反之，要打造一位作恶不断、结局悲凉，却让人念念难忘的反派，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。人设好的反派太难求，开端夫妇俩可怜也可恨，赵丽颖、张颂文拿到封神人物，因为在如今主角就是天的创作环境下，能够从配角出发，刻画鲜活形象的越来越少，大多数恶毒反派均是带着点工具人性质的，需要他作恶的时候就出现，不需要他时就没戏份。黑化没有理由，下线更是匆匆忙忙，这让反派一度成为选角时的禁忌。如果有更好的选择，谁会演坏人呢？然而有劣就有优，悬疑剧里总能出让人心疼的配角。开端里的司机夫妻要拉上全车人一起死，行为固然是可恨的，然而揭开他们的伤疤，却发现中年痛失女儿的他们，其实也是世间的可怜人。因为时间循环的设定，在男女主多次倒回去搜索真相的前提下，夫妇俩在最后一次机会里并没有犯罪成功，还有机会可以重新开始人生。然而谁是凶手与狂飙里的沈瑜与高启强，却已经被判刑，为自己的罪行付出了代价。沈瑜入狱及解脱，赵丽颖演绎其轻松与感慨，高启强回忆往昔，张颂文悔恨落泪。由赵丽颖、张颂文演绎的这个两个角色，算是演员近些年来比较复杂与出彩的。同样都是演犯人，在大结局里，两人的状态仍有着差别。赵丽颖所扮演的沈宇，从本质上讲并不算一个穷凶极恶的罪犯，相反从成绩上来看，他在学识方面的天赋是极高的。要是没有得知爸爸离开的消息，他或许会成为一位对社会有贡献的学霸，治愈数千患者的心病。然而凶手的误导，让他直接性参与了犯罪，阻扰警方办案不说，还试图陷害他人。最终真相出来，他10几年来所做的一切都是白用功。自己的爸爸不在了，而杀害他的人居然就在身边。这种残忍，对于沈宇来讲更为致命。所以当一切都尘埃落定，他锒铛入狱，警官夏目前来探望他时，呈现在他脸上更多的表情是放松。他情绪平稳地跟对方讲话，就算对方为他惋惜到泣不成声了，他也只是微微低下头去，落了一滴眼泪后就立刻擦拭干净。他感叹自己一生歧路，看见夏目还能有新的未来，眼含热泪为其送上祝愿，嘴角上扬，泪珠往下。赵丽颖拿捏住了沈宇人设中的沉稳。同样是好友前来探视狂飙里的高启强，则诠释了从幻想到崩溃的过程。安心愿意来见他最后一面，他是欣慰的。两人认识整整20年，曾经他也是个纯善的商贩，要是没有意外，要是没有利欲熏心，或许他和他就不会以这种身份再见面。高启强说了好多个如果，他是想回去的。然而安心现实的语句却告诉他，刚刚的一切不过走马灯。当他最爱吃的饺子被摆上来时，情绪顺的就绷不住了。伴随着纯音乐的进入，他望着安心，眼泪一点点滑落，无言却悲伤无限。狱警跟他说时间到了，已步入中年的高启强，即便手上沾了许多人的血，可真正要面对死亡了，仍是忍不住颤抖。张颂文的细节演绎，让一代黑道大佬的颓势明显。喘着气，克制着眼泪，慢吞吞下他的动作，既展现了人物的年纪，又变相诉说了他的害怕。靠这个角色封神，的确是张颂文的本事。